好啊，今晚过后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你。不可能，我当时喝醉了，根本不可能做出那种事情。你最好不要在这胡言乱语。堂堂陆氏集团的掌舵人竟然不认账，你必须给我补偿，不然我就把孩子生下来，带到你公司去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在云城鼎鼎大名的陆总，竟然是个提上裤子翻脸无情的混蛋。我能高风女官，身子虚弱，不能让这疯女人惊动到他。这是我的副卡，额度1000万，并且许我名下任何产业消费都有优先特权，拿着，当做补偿。既然你快分娩了，我公司旗下所有的月子中心你都可以随意挑选入住，好好养胎。但是我警告你，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孩子是我的，否则，你知道我的手段。放心，陆总，我懂规矩。陆川虽然疯狂冷血，但我不信一个亲生骨肉还拿不下你。等我去抱养一个婴儿，陆夫人、陆氏集团都是我的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自己待会儿。看见没？这可是陆总的专属副卡，有了这张卡，以后啊就不愁没钱花了。而且他公司旗下的各种产业都得听我的。天天姐，我还是怕出事儿。你根本没怀孕，陆总万一发现了怎么办？他那个人疯起来什么事做不出来呀？哎呀，怕什么？我已经打太清楚了。这豪庭月子中心有个999号天字号疗养房，我先用陆总夫人的身份住进去，就从别处借个婴儿，等让这孩子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众人皆知，假的也会变成真的。就是这里了，最顶级的房间才配得上我的身份。哎，女士，抱歉。女士，抱歉。这是陆总夫人的专属房间，陆总严令，除了指定月嫂，任何人都不得入内。陆总夫人，陆总心里果然还是有我的位置。没错，我就是陆总夫人。这位女士，冒充陆总夫人是很严重的事情，我请你即刻离开我们月子中心。看清楚，这是陆总亲自给我的副卡。他说的夫人就是我，不然你以为谁有资格会拥有这张卡？这真是陆总的金卡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确实是陆总的副卡，可这天字疗养房已经……少废话！我现在累了，需要进去休息，还是说你们想要亲自给陆总打电话，问问他认不认识我这个总裁夫人？你给我让开！这就是陆总专门为我准备的房间。这没你事了。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吵啊？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这么吵啊？从哪儿冒出来的贱人，竟然敢霸占我的疗养房？这是专属于我的房间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谁啊？这个房间是陆晨专门给我准备的，琛哥亲自给你安排的房间。你以为你自己是谁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陆总夫人。我没有骗你，这个房间是陆晨专门让人把我送过来的。我是好了，不要在这冒充自己认识陆总了。谁不知道陆总生性冷漠，身边连女人都很少见，除了我，至今都没有人能入得了陆总的眼。就是住着正主的房间，享受着陆总妻子的待遇，一脸狐狸精样，
妄想攀陆总高枕，我看你呀，就是个小碰瓷儿的小三儿。我没有骗你们，我跟陆琛很早就认识，我是他。看清楚这是什么？这是陆总亲自给我的副卡，我怀了他的孩子，所以你这个小三儿知道我是谁了吗？孩子。你说你怀了陆琛的孩子？不会的，阿琛虽然偏激，但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。这个女人怎么拿到阿琛副卡？这里边有问题。陆总说了，要给我和宝宝最好的月子中心疗养院，就是这间天字号房。而你这个小三先我一步住进了陆总夫人的房间，你说你自己该不该？放开我！这不是你的疗养房，我才是陆琛的妾室。你还敢提琛哥？你这个下贱胚子，心里也就觊觎着小三的位置，还敢霸占我的疗养房？你真以为自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吗？今天我就好好教教你，什么叫做规矩。我都说了是误会了，我奉劝你们赶紧走吧。如果让阿琛知道你们这么多，后果很严重。阿琛，你还敢这么看顾琛哥？难不成你真的是小三儿？默认了是吧？我看你这肚子就是垫着，现在就让你原形毕露。这么不经状，装给谁看呢？这就是你当小三儿惹怒陆总夫人的下场。就说来历不明，她要真是陆总夫人，怎么可能身边一个人都没有？还神神秘秘的不准人靠近，肯定见不得光。人家柳小姐可是有陆总的副卡在，她莫名其妙就住进来了，肯定是个小三儿。我不是一个这么污蔑我，阿琛回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还敢嘴硬？你以为陆总会在乎你个小三儿的死活吗？贱人，你听好了，芊芊姐作为堂堂正正的陆总夫人，教训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三儿，那是名正言顺。陆总不仅不会怪罪我们，还会奖赏我们。你这贱人哪来的项链啊？看起来还挺珍贵的。芊芊姐，这做工看起来就价值不菲，这下贱胚子怎么可能佩戴这么昂贵的项链？说不定是从哪里偷的吧。说吧，小贱人，这么珍贵的项链你是从哪儿偷？这是陆琛母亲的遗物，是陆琛亲手送给我的，你最好还给我。编的还挺像，阿琛母亲的遗物会给你这种货色？贱人，你还敢对我动手？这条项链确实珍贵。这样吧，只要你承认自己是个不要脸的小三儿，你跪下来扇自己10巴掌，边扇边说我错了，我不该勾引陆总。这样的话，如果我心情好的话，我就还给你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承认自己是小三？不是承认，你本来就是。怎么，不想要？看来这遗物对于你来说也没多重要。那我就把它毁了。
起，我不是故意碰到小姐项链的，你放过我吧。你是不是以为平日里林婉小姐可以护着你，就可以肆意妄为了？阿琛，你冷静，你知道的，他没有恶意，对吧？婉婉，其他事情我都可以由着你，但这项链是我母亲的遗物，谁也不能玷污它。带到后花园，好好教训一下。夫人心善，留可惜。婉婉，除了你，这串项链就是我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物，谁碰了，就得接受惩罚。阿琛，我真的不想你再伤害别人了。你这个贱人，考虑好了没有？本小姐的耐心可是有限的，我再数3个数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就把这条项链给毁掉。等等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说话算话，要把项链还给我。让你删就删，我堂堂陆总夫人还能贪你一条项链吗？别光删啊！说，你该不该勾引陆总？我是小三，我不该勾引陆总。承认了，他还真的承认了。你还真是一条听话的狗啊！别停，继续。来，边删边看镜头。我不该勾引陆总。看吧，这就是当小三的下场。还好柳小姐宽宏大量，要是别人，早就把这种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给打成残废了。就是，还好意思住进咱们的天字号疗养房，真不要脸！我是小三，我不该勾引陆总。我是小三，我不该勾引陆总。我是小三，我不该勾引陆总。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你是不是该把项链还给我？你想要啊？好啊，给你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真以为我会还给你啊？我堂堂陆总夫人，不需要和你这种贱货讲信用。这条项链被你戴过了，它已经脏了，和你一样，都是该被毁掉的贱货。果然是破烂货，一扯就断，垃圾配小三儿，你们还真是绝配。还是芊芊姐厉害，这个冒充你的烂货小三儿啊，活该被教训，死了都不可惜。贱人，
就这么放过你，实在是太便宜你了。你不是说自己是陆总夫人吗？好啊，我现在要你像一条狗一样从这里爬出去，让他们所有人都知道假冒陆氏夫人的下场。你太过分了！不爬，那就别怪我叫人把你扒光了扔出去。都在这儿吵什么？知不知道月子中心也是医院，这里禁止喧哗。你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咱们芊芊姐教训贱人，轮得着你管吗？我是张医生，豪庭月子中心的首席主治，这里发生的一切，我有权过问。张医生，你来的正好，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小三，他不知道从哪儿偷了一串项链，还霸占了我的天字号疗养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陆总夫人呢。张医生，豪庭可是陆氏旗下最豪华的月子中心，现在连门槛都这么低了吗？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能放进来，还敢冒充我的身份？这要是被陆总知道了，就算你是主治医生，也担不起责任吧。陆总唯一的副卡，这位女士的身份难道真是？我不是小三，我是阿琛的妻子。确实得到消息，陆总夫人入住豪庭天字疗养房，但传闻这位夫人深居简出，从未公开露面。有小姐拿着陆总的专属副卡，气势逼人，而这位歇斯底里的乱叫，除了口头声称，看穿着打扮也不像是豪门太太。张医生，我是李婉，我是陆晨明没争取的妻子，是他们污蔑我，他们抢我的项链。不了，从来没听说过陆总的夫人叫林婉，更何况陆夫人怎么会是你这破烂模样，还在这儿胡搅蛮缠？来人啊，立刻把他的东西给我清出去，免得脏了夫人的房间。哇，可这么做了，我真是陆震的妻子，你们误会了，你们全都误会了。果然是一群破烂货。怎么样，当小三儿的滋味如何呀？以后还敢不敢了？我再说一遍，我不是小三，我是陆晨的妻子，这个房间也是陆晨。还敢狡辩？看来我给你的教训还不够重啊！你们两个上去把他摁住，我要给他点特殊的惩罚。怎么，现在连陆总夫人说的话都不管用了吗？还是我要给陆总亲自打电话，让他来命令你们？阿琛，阿琛，阿琛，救我！你还真是没完没了！你真以为陆总会管你吗？陆夫人，让你受惊了。要是陆总怪罪我们招待夫人不周，我们可担当不起啊。您看如何处置这个疯女人？给我找一个单独的房间，我要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贱人。婉婉向来善良，为了不让我伤害别人，对我都是避之不及，从来不会主动联系我。他现在求救！陆总，带上我的心诀，但凡婉婉少了一根头发，都让那里每一个人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！还要多久？陆总，已经最快了，但市区堵车，到目的地可能还要30分钟。10分钟，10分钟之内如果到不了月子中心，是。
给老子把油门踩到底！我已经说过你，这期间不是还是不是？夫人最爱的锦台兰花瓶，竟然被你们给打碎了。所以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好好惩罚你们呢？阿琛，你冷静一下，他们不是故意的，不要惩罚他们好不好？没事了，阿琛，我在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再快点！把门关上！今天我就让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知道，惹怒我柳芊芊的下场。想干什么？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不然阿琛来了，闭嘴！你就是凭装可怜勾引的陆总是吧？啊！哎呦，身材还不错，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生了。晕了，这就晕了，没意思。小美，让他清醒清醒。贱人，装死，在我面前没用的。我刚才电话已经打通了，阿琛马上就会过来。我劝你了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等阿琛来了，他会杀死你的。贱人，死到临头了还敢吓唬我，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等陆总来了，他只会感谢我，感谢我替他抓住了你这个处心积虑冒充人妻的下贱小三儿。到时候，你看他会相信我这个怀着他孩子、拿着他副卡的正牌妻子，还是会信你这个来路不明的脏东西？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该后悔的是你。我现在就让你清醒清醒，冒充陆总夫人，住进天字号疗养房，图谋陆氏集团财产，随便哪一点都足够你去死了。说，你知不知道错了？敢抢我柳芊芊的男人，敢抢我看上的疗养房，你找死！你凭什么？贱人，我也不为难你，只要你打电话给陆总，承认自己是个图谋陆氏集团财产的贱女人，我就放过你。说不说？说不说啊？说不说？你疯了！等等，我想到一个更好的玩法。陆总，您是来见夫人的吧？夫人正在。你可带我去见她！什么玩法？芊芊姐，你看他的眼睛这么亮，像星星似的。听说陆总喜欢收集奇异的东西，不如把他这双眼睛挖下来送给他。陆总知道了，肯定觉得你善解人意，以后肯定会更疼你的。你说的没错，他这双眼睛确实美得刺眼。你是不是就凭着这双楚楚可怜的眼睛勾引的陆总啊？不是，我就是阿琛。我
然你有眼无珠，敢抢我的东西，那我就让你变成真正的瞎子，看你以后还拿什么勾引男人！你吧，阿琛不会放过你的。下辈子记得安分点，不要再惦记别人家老公。你们找死啊！我不是说过，安排夫人入住919天字号疗养病房吗？人呢？完了，陆小姐还没有回来，难道那边还没有搞定吗？必须拖住陆总。要是让陆总自从认错了夫人，还让那个冒牌小三霸占了夫人的天子，我非得以死谢罪不可。我不知道啊，明明夫人一直在这休养，你又吩咐过不准打扰，我就一直没有靠近。这不知道。豪庭为龙国第一鼎盛的月子中心，我把负责权完全交给你。现在夫人不见了，你跟我说不知道？究竟是不知道，还是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？啊！豪庭规则第1条，夫人所在之处，未经我允许，任何人不得靠近3里之内，违者罚。陆总，你息怒啊！我猜夫人是觉得房间里闷，出去散心去了。哦，对，出去散心去了。要不去中医花园找找，那边环境好，花香味浓。夫人啊，一定在那儿。散心啊！我说过任何人不能靠近夫人，但没说过允许她自己一个人出去。你们竟然敢让夫人一个人出花园，你们是把夫人的安全都当成秘密了！陆总，我也是一直按照您的吩咐才办呀，我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看来有了夫人之后，我平日对你们太纵容。陆总，这是真的路了。但一旦供出夫人，再惩罚他保养的小三，恐怕我是死的更惨。阿琛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会去月子中心疗养1个月。这段时间你不能伤害任何人，否则我就永远离开你。戴茹，郑主任，夫人若是安然无恙便罢，若是夫人少了根头发，又或是被花园的花刺刺伤一素皮肤，后果你比我清楚。知道，陆总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前2天有个家伙不知死活，偷偷打听陆总夫人的名字和样貌，你猜后来怎么了？你直接告诉我呀！陆总夫人神秘的很，我也想知道她是谁。小点声，你别好奇了。那个打探夫人的家伙，第2天就人间蒸发了。上班时间嚼什么舌根啊？
不想干了是吧？听风就是雨，那些都是谣言，是意外。对不起，张主治。传闻陆总爱妻入骨，连名字都不准别人踏进。要是让他知道夫人在我这儿受了委屈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去争取时间，等柳小姐亲自平息了陆总的怒火。陆总，中心花园就在前面，我这就带你去。陆总放心，夫人何等娇贵，寻常人遇见了也不敢胡闹。最后如此。差点上当了！你这个小三儿故意激怒本夫人，想影响我在琛哥心里的形象是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被我看出来了。本正牌为你这个小三儿背上一条人命，不值当。芊芊姐，咱们也不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呀。听说陆总爱妻如命，性子又是那么的决绝，咱们狠狠地教训这个贱人。说不定传到陆总耳中，陆总知道你暗中处理掉了这个贱人，以后呀会更宠你的。说得好，我本来也没想放过他，打死多没意思呀，要留下来慢慢玩。我没有必要冒充陆总的妻子，他一定会来找我的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。贱人，看清楚，谁才是正牌夫人？对不起，我有没有控制好我自己？不要离开我，琛哥，人家听你的，今晚一定不会走。我先扶你进去吧。看见了吧？其实我跟琛哥早就在一起了。那晚他喝醉，抱着我整整一夜，我才是他明媒正娶、怀着他孩子的正牌夫人。而你这种野花野草，凭什么冒充我？不可能，陆芷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陆芷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。怎么样？这回相信谁是正牌，谁是小三儿，这回心里应该清楚。除了我，很难有女人能够靠近阿琛。到底是什么时候你们纠缠在一起的？纠缠？我和琛哥可是相互爱慕。他之前经常喝酒应酬，喝多了就喊我送他回酒店。这种待遇，你这个小三儿从来没享受过。琛哥跟我说过，这世界上的女人见多了，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贪慕虚荣、冲着他权力地位来的小三儿。野草与鲜花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。不会的，我了解阿琛的性子，他绝对不可能同时对两个女人动情。你就是在骗我！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！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陆总的专属副卡，象征着无上的权力和信任，只有他最信任、最亲近的人才能拥有。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陆氏夫人，这张卡你有吗？这张卡阿琛确实从不离身。难道真的发生了什么，阿琛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给他？不会的，阿琛不会做这样的事情，我相信他。这张卡一定是你骗来的。
信不信由你。不过我作为真正的陆氏夫人，向来是宽宏大量的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个选择，只要你愿意录一个视频，承认自己是贪图陆氏集团财产，处心积虑勾引陆总的小三儿，这样我就放过你，并且这卡里的100万财产也都是你的。怎么？听说这卡里有100万存款，你就被吓傻了？果然是上不了台面的小三儿。瞧见没？100万对于芊芊姐来说就是零花钱。为了陆总，施舍给你又如何？你这个穷酸的心机女，接近陆总不就是为了钱吗？怎么样，这买卖划算吧？考虑清楚了吗？阿琛这些年对我的感情绝不是假的，他不会背叛我。可那个视频是怎么回事？喂，本小姐的耐心有限，考虑清楚了没有？我不要你的钱，但是你要回答我，你跟陆晨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口口声声说是他的妻子，但是仅凭这张金卡，远远不能证明。证明？好啊，那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。看见没有？这是陆总上个月特意为我私人定制的生日礼物。没错，这款包可是陆总亲自挑选了3天3夜才定下的，全球限量。上面呀还刻着芊芊姐和陆总共同的手写姓氏，这足以证明芊芊姐就是名副其实的陆夫人了吧？这个给我包起来，另外把我名字的手写字母刻上去。好的。掉了，这样别人就知道是陆总专门送给我的了。我就是如假包换的陆夫人。你说这是阿琛送给你的？那不然呢？看清楚了，专门定制的手写纹饰，你这辈子都没见过几次吧？也对，像你这种级别的女人，这辈子能见到这款包，也算你赌上机会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愚蠢。整个南城都知道陆晨富可敌国，却不知道他平时最讨厌的就是这些看似华丽的奢侈品。你连陆总的喜好都摸不清，还口口声声说是他的妻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，陆晨最讨厌的就是这些 logo 华丽、设计浮夸的奢侈品。这些东西在他的眼里就是低俗和烂货的象征，他又怎么可能让这种东西送给自己的妻子当礼物呢？闭嘴！你这个贱人，你以为你自己很了解陆总吗？你不过就是个冒充陆总夫人的小三儿。你以为自己很了解陆总的喜好吗？去，给我拿壶烧开的热水来，我要把这个贱人的嘴烫烂，看他以后还敢不敢乱说话。等你变成了哑巴，我看你还敢不敢对我说我父亲的称呼。谢啊，也是，你一个贾夫人怎么可能了解陆晨？也是，你一个贾夫人怎么可能了解陆晨？阿琛在意的从来都不是昂贵奢侈，而是真心。陆总，礼物已备好，请您过目。婉婉，这些都是我给你准备的，看看喜欢哪些。阿琛，还是你来打开吧。好。
你来我们陆家几年了？陆总，3年了。不错，3年。3年了！难道你不知道我和夫人最讨厌的就是华而不实的东西？你以为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吗？陆总，这都是最顶尖的私人定制，联系大师提前3个月制作，我们准备了很久。闭嘴！一群废物，连个礼物都挑不好，有什么用？下一次，你们再拿这种垃圾来侮辱我，就给我滚出陆家！所以，不管是你夫人的身份，甚至是这张金卡，都是你靠手段骗来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，刘芊芊？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你还在这干什么？快去拿开水啊！柳小姐，不好了，陆总来了，张医生正带他来找您呢，马上就快找到这边了。真的吗？琛哥真的亲自来找我了？千真万确，夫人，张医生已经拖住陆总，让您一定抓紧时间把这个贱女人处理好。要是她把事情闹大，陆总为了颜面，大家都少说废话。本小姐做事还轮得到你指手画脚吗？我当然不会便宜了这个贱人。去告诉张主治，他做的不错，让他继续拖住陆总。等我把这个贱人玩够了之后，自然会去见琛哥，帮他说话。你们还是赶快离开南城吧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到时候让阿春发现你们这么对我的话，后会很可怕。再不走，一切都晚了。你少在这装模作样！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吗？你是怕琛哥来了之后，你这个冒牌货就无所遁形，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吧？哼！毕竟我才是琛哥的正牌夫人，他来了之后，理所当然会站在我这边。不是的，我只是不想让阿琛再伤害别人。哼，你还真是鬼话连篇。像你这种处心积虑接近陆总的小三儿，就应该受到严惩。而我作为陆总的正牌夫人，教训你是天经地义。还杵在这里看戏，滚出去！告诉张主治，按我说的做。张主治，柳夫人说你做的很好，让你继续拖住陆总，还说等那个小三不行了，他再来见陆总，帮你说话。坏了，这柳小姐是铁了心要弄死这个女人啊！她是和那个小三成了天字号，把咱俩最珍贵的地位象征刷起了正来的威风啊！我这也撑不了太久啊！张主治，那咱们怎么办？要不直接逃离南城？逃不掉。传闻陆总爱妻如命，咱们现在只能赌一把，和柳夫人站在一条线上，必须拖住陆总。走。999天字号房没有，中心花园也没有。其他人都干什么吃的？要是夫人有半点闪失，让我原子收线，给我原地解散！我记得你跟我说夫人在中心花园，对吗？
哑巴了，看来你需要清醒清醒。管家，拿出来吧。哎呦，这。陆总，您选择第几种方式？张主持，你是医生，对于这种用来缝合伤口用的高级医用线，应该不陌生吧？陆总，哎呀！陆总饶命啊！陆总饶命啊！我母亲70多了，就我这么一个儿子等着我养老。我老婆重病在身，需要我照顾。我女儿才17岁啊！陆总，您大发慈悲，放过我吧！我真的不知道夫人去哪儿了。刘小姐、刘夫人、刘祖宗，你那边还要多久啊？再拖下去，我的命就要交在这里了。我在成为陆氏集团总裁之前，在南城地下世界征战，他们都尊称我为艺术家。你知道这个称号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根线细的几乎看不见，却能把最粗的树枝一点点割断。哎呀！陆总饶命啊！陆总，陆总，它带来的触感很特别，而像这种艺术般的惩罚方式，我一共有72种。现在可以告诉我夫人在哪里吗？要是让陆总见到陆夫人和小三，我必死无疑。绕指柔，听起来也不是很恐怖，赌一把，也许还能有一线生机。陆总，我真的不知道夫人在哪儿啊！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知道啊！他真的不知道婉婉的下落，可婉婉能去哪呢？难道真的不在月子中心吗？不对，婉婉的电话是突然中断的，绝对出了意外。他在说谎。陆总饶命啊！我数3秒，您数1秒，这根丝线就逼近你左右。数到最后1秒的时候，绕指柔会挨近你的后脑，后果你清楚。陆总，3，陆总，2，不要，1。有监控，监控，陆总，查监控。豪庭月子中心除了疗养房内部、花园、走廊、大厅，所有公共区域都有监控。夫人肯定不会住普通疗养房。陆总，只要查监控，就一定能找到夫人在哪儿。竟然比真的还锋利，这根本不是医用丝线。恭喜你，捡回一条命。起来，让我去监控室。千万不要跟我耍任何花招。是，陆总，你这边请，监控中心就在这边。姐，没想到你还挺懂陆总的喜好，为了爬上陆总的床，偷猫陆家的财产，你还没少下功夫研究呢。啊！芊芊姐，听说南城有一类人专门研究各类富豪的喜好，甚至会刻意制造一夜情的机会。这个贱人也是其中之一吧？了解陆晨，是因为我是他的妻子，不像你
怎么伪装，终究都是假货。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贼喊捉贼呢？堂堂陆氏集团总裁，南城的权势之巅，要是被外人知道了，你一个小三儿住进了正牌夫人的疗养房，你说陆总会不会为了维持声誉，悄悄解决掉你的贱人？当然，外人也不会知道了。只要我把你这张嘴毁掉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就不会相信陆总会长一个哑巴当小三儿。你信不信？你要是毁了我，后悔的这一定是你，后悔的这一定是你。你什么意思？假货不管怎么伪装，终究是假货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可以给阿琛打个电话，让他亲自告诉你，到底谁是小三，谁才是他的正牌夫人。不死心，我满足你。想必陆总现在还在月子中心里，我现在就让琛哥亲口告诉你，谁才是拿着他独一无二副卡被他宠到骨子里正牌夫人。陆总，几分钟，豪庭月子中心的监控地点画面全部给我调出来，任何角落都不能遗漏。快！是。我这就让你现出原形！阿琛，让我！阿琛，琛哥，人家好久都没听到你了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的事，你最近等我电话，不准主动联系我。我说我被人欺负了，有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小三儿，大大你给我准备的疗养房，还把我赶出来了。你别听那个女人胡说！陆琛，别听那个不是。你那边什么声音？哎呦，琛哥，还不是那个小三儿在这里撒泼呢！你可不要把我气的。我现在可是怀着你的骨肉，要是孩子被这个贱女人吓到了，可怎么办？闭嘴！不许胡说八道！我哪里胡说了？你要是不管我，我就让整个南城都知道，陆总始乱终弃，连怀了你孩子的女人都不管。威胁我？你找死吗？阿琛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会去月子中心休息1个月，这段时间你不能伤害任何人，否则我就永远离开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想我怎么帮你？我让你亲自过来，当着我的面好好惩罚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，让他知道惹怒陆总夫人的下场。我现在有事情要处理，没空跟着胡闹。至于那个女人，我派人过去帮你。到这。刚才的话听到了吗？怎么样，陆总就是这么在意我，他为了我一会儿会亲自过来处理你这个贱人。你死定了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我要覆灭了！你干什么？好在疗养房内也有监控，要是夫人教训小三的画面被直播出来，陆总名誉受损，盛怒之下，我有100条命也不够死的。豪庭月子中心监控画面到底是谁设计的？连个人影都找不到，道具都没有！夫人，难道会在你们眼皮子底下凭空就放不成？陆总，你冷静啊！你看，这公共区域的监控都查遍了，确实没有夫人的踪迹啊。夫人身份高贵，更不可能去住那些普通的疗养房。会不会夫人有什么急事儿，已经先行离开了？婉婉，你真的不在这里吗？你到底是在故意考验我，还是真的出事了？陆总，既然夫人不在月子中心，要不去别处找找？只要陆总离开月子中心，一切都万事大吉了，真是危险啊！一群废物！等夫人回了天字号疗养房，第一时间通知我。是，陆总，您慢走。完了，那是小三戴的珍珠项链，不是都处理干净了吗？怎么都掉在了这里啊？陆总，您先去找夫人吧，我送走你啊。婉婉，这串珍珠项链是我家族传承之物，上面的每一颗都刻了你的姓氏，以后它就属于你，谁也不能碰它。阿晨，我问你，这颗珍珠是怎么回事？给我个解释，立刻！马上！陆总，这就是普通的珍珠啊，这就是哪个不入流的客人掉的假珍珠，廉价货。我这就给你清理掉，免得碍你眼。不入流？是廉价货。确定吗？之前打扫卫生的废物，连这点痕迹都清理不干净，这下真要害死我了。确定啊，陆总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这就是普通的珍珠啊，可能是那些做普通疗养病房的产妇不小心掉了，随手扔的。哎呀，从我到豪庭月子中心再到现在，你一直都在骗我。这颗珍珠全世界只有一个女人拥有。他就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我不，我答应过我夫人，不再伤害任何人，但还是有人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挑战我的底线，是不是要我真的动手？咱们说实话！完了，瞒不住，陆总已经认定那个小三来过了。我要是再不说实话，死的就是我。陆总，饶命啊！我全说，是有一个不知死活的贱女人冒充陆夫人，这珠子就是夫人和那个贱女人起争执的时候掉下来的。什么？冒充夫人？是。说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给我一字不漏说清楚！饶命啊！我全说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女人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你给夫人安排了999号天字房，就趁机霸占了夫人的病房，结果正好被夫人撞上，两人就起了争执。这项链就是那个时候被扯下来的。不要！不要！陆晨，救我！
这个冒牌货会出生在哪场？柳小姐是陆总新监事，陆总再好也不会伤她。要是让他亲眼见到那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小三，事情就彻底瞒不住了。为了掩盖丑闻，陆总会无所不用其极。哎呦，陆总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夫人跟那个贱人起了争执之后，两人好像就一起离开了。我现在也找不到他们啊！哎呀！还在骗我！今天你一个都别想走！陆总旨意，召集地下税罪执法队，集结豪庭月子中心，封锁所有的出口，控制所有的人员，从上到下一个一个房间给我搜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夫人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我给你们10分钟，10分钟后我是见不到夫人，后果你们都清楚。是。执法队的来了，传言陆总亲自培养的死士，这下来了，必须赶紧通知柳夫人，让她无论如何要把那个小三给藏好。只要找不到小三，陆总没有理由发难，还能有一切生机。快，想办法通知柳夫人，让她不惜一切代价把那个麻烦藏好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啊！阿琛真的不管我，还会派人来帮其他女人，到底为什么？难道那个视频是真的？他真的变心了？不要这个。琛哥，人在听你的，今晚一定不会走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还不信？眼见为实，琛哥已经说了，他会亲自派人来给我出气。贱人，现在知道害怕了吧？冒充我的下场就是死路一条。快点，你们去那边看看。能按什么声音？是不是有人找过来了？去看看。快点，这个房间看一下。这里没有。报告，这里也没人。芊芊姐，外面来了一帮黑衣人，他们好像在封锁月子中心，而且他们衣服上好像有陆家的标识，是陆氏集团的人，好像往咱们这边来了。黑衣人，那一定是陆家的执法队，是琛哥来了。他一定是发现了这个胆大包天的贱人冒充我住进的天字号疗养房，所以找执法队过来收拾他了。哎呦，让我好好看看你的脸，只是有点肿，但底子还在。不对，我不该让你变成哑巴，我应该让你直接毁容。就算一会儿琛哥来了，看到你这副鬼样子，也只会觉得恶心。我要给你这个贱人好好洗洗脸。别怕，很快，你马上就不能勾引任何男人了。刘小姐，快开门，是我。
好了，陆小姐，陆总察觉到这个小三就在月子中心，现在大发雷霆，让执法队把整个中心都封锁了。张医生让你把人赶紧藏起来，不然我们都得死。魏琪，死什么死？你觉得陆总舍得伤害我这个怀着他亲生骨肉的正牌夫人吗？你看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琛哥就是来找这个贱人算账的。芊芊姐料事如神，陆总还是最疼爱你的。你先去把外面稳住，这个贱人没机会再见到琛哥了。我作为名正言顺的陆太太，自然有义务帮我的老公清理你这些不干不净的垃圾。小美，把这个贱人捆结实点，然后塞到那个箱子里。毕竟，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堆里。安琛，你真的背叛我了吗？夫人，您在里面吗？陆总派我们来接您。报告队长，3楼贵宾疗养房已巡视完毕，没有发现疑似夫人踪迹。继续搜，挨个房间搜，任何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有任何疑似夫人的女人，立刻带过来。是。报告陆总，中心花园茶水间所有公共区域搜查完毕，未发现产妇踪迹。报告，所有贵宾疗养房已排查，没有踪迹。法庭附近的道路各个出入区域均已排查完毕，未发现产妇踪迹。普通病房呢？所有病房你们都一一搜查过了吗？正在逐一排查。张主治，哦不，张先生，要是我还是找不到他们的话，我就要让整个豪庭月子中心从上到下都受到独特的享受。陆总饶命啊！陆总饶命！张先生，毕竟你是首席，若是我的夫人有丝毫闪失的话，我就先拿你开刀。你应该知道的，当年我在南城地下世界学会了712种独特的手段，绕指柔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种。你猜猜看，你这具身体不要能扛得第几种？刘小姐，我全家老小的命可都全记在你身上，你可一定要藏好啊！先天性命总算是保住小命了。陆总，其他房间全查，没有发现夫人，就剩这最后一间房了。赶紧把门打开！琛哥，你果然，
还是心疼我的，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，你竟然真的亲自来了。不对，看这陆总这么说话，陆小姐绝对是真正的陆夫人。不过，陆总从未公开过夫人气息，我还是装作不知道为好。这里就你们几个？当然了，不然还能有谁呀？陈哥，你怎么突然这么凶啊？吓得我和宝宝了。你给我闭嘴！要是再胡言乱语的话，我就让你永远说不出话来。这回月子中心都没找到，难道婉婉真的离开了？这箱子里面装什么东西？哎，这就是一个垃圾而已。阿晨，你在哪？你真的背叛我了吗？哎呦，琛哥，这就是我之前跟你说的那个贱人，一个臭乞丐，把好好的月子中心搞得乌烟瘴气。我稍微教训了他一下，打包好，正准备扔出去。既然你已经处理好了，那就好好在这休养到月子期结束。我还有事儿。是阿晨的事，求求你了，打开看一眼。这箱子里面装了什么东西？你不是说你已经处理好了吗？这就是一个臭乞丐，还没死透，真是晦气，趁醉装疯，被我逮到了还不安分。你做的不错，我花重金打造鼎盛疗养院，不是用来收容罪犯流浪的垃圾场。打开，我看看是个什么样的疯子！贱人，还不老实！陆总，不用打开了，这里面就是个耍酒疯的疯婆子，臭得很。张医生，你说刚刚是不是这个女人在这里大喊大叫的，惊扰了各位？阿晨，你别听他们的，我是婉婉，救救我，求你快发现！是，柳小姐说的对，就是这个女人，不知道从哪儿混进来的，浑身酒气，在我们中心撒泼打滚，污言碎语，还抢了柳小姐的疗养房，我们都被搅得不得安宁了。琛哥，你听到了吧？就是这个疯女人，她到处乱窜疗养房，人家想安安静静养个胎都不得安宁。这个月子中心代表的可是陆氏集团的脸面，这要是隔三差五就闯进来一个疯婆子，传出去对集团的影响多不好啊！乱闯疗养房，婉婉不喜欢吵闹，难道被这疯婆子给惊扰到了，才会负气离开？原来是你也扰了这里的清静，光是把你扔出去，太便宜你了。我答应过夫人，不伤害任何人。既然你喜欢闹，那就把你丢进后院水池好好泡一泡，清醒清醒。阿晨，你打开看一眼，难道你真的没有察觉到吗？贱人，听见了吧？陆总说了，要把你扔到水池里醒酒。下次记住，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，别再妄想着攀高枝儿了。陆总都没见你就觉得你恶心。小惩即可，别闹出人命。记住，1个月之内不准出事儿。琛哥，别着急走啊。
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，你心里还是在乎我的，能亲自来给我撑腰，我心里真的很感动。今晚要不要一起吃饭啊？我特意给你准备了几件别致的礼物。你觉得我是来给你撑腰的？不然呢？你专门跑过来，我就是担心我跟宝宝。柳芊芊，少在这自作多情了。你要是再对我纠缠不休的话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陆晨，你凭什么？陆晨凭什么这么对我呀？芊芊姐，消消气，咱们还用这开水给这贱人洗脸吗？洗你个头啊！都怪这个贱人，该死的扫把星，都怪这个晦气的东西，不然陈哥怎么可能对我这么冷漠？来人，把这个纸箱给我扔进水池里，按照陆总说的去办。是，夫人。刘夫人，您确定要把箱子扔水里啊？万一要是闹出人命来，可怎么办啊？对我们月子中心的声誉，对陆氏集团这影响可就太大了。影响？陆总亲口下令，要让这个贱人清醒清醒。陆总的话，你敢违抗吗？不是，这陆总不也说过，这1个月之内不能出事吗？芊芊姐，这扔水池里一下就玩完了，还不好收拾，多没意思呀！我听说这个月子中心里面有一个地下的储藏室，又阴又冷，隔音还好。陆总就算回来，也绝对不会到那种脏地方去。地下室？哼，这个主意不错。张医生，听到没有？地下室在哪儿？带路。再给我准备点东西，我要好好招待这个贱人。这不太合适吧？少废话，按我说的做。所有的防备都翻遍了，为什么还想不到？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啊！陆总冷静，陆总冷静哦！不好，陆总，我们有新发现了。陆总，我们找到了这个。第2个了，他到底在哪儿？你说，你到底在哪捡到的？快说！就在您离开的最后一间房间里，这珍珠就在纸箱旁边。最后一个房间，纸箱？难道？贱人还不老实！在里面装的是我吗？知道，快去知道！解放队，全都过去！刚才那个纸箱呢？在哪？说，刚才那个纸箱在哪？我给你3秒钟。3！陆总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刚才不是让那个柳夫人？2！别废话，纸箱在哪儿？地下室，柳夫人和那个女人都在地下储藏室。哎呦，
戴若，马上！慢1秒钟，我在这里后悔活着。我直接带你过去。陆总，你这边请。怎么样？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温室，是不是很暖和？想不想睡觉？阿琛，给孩子取个名字吧。就叫他陆墨。我希望他像婉婉你一样善良，也像慕斯一样美丽。婉婉，等默默出事，我一定放下过去的伤疤，温柔待人。阿琛，对不起，我好像真的撑不住，下辈子我得做你的妻子。想装死，哪有那么容易？我现在就让你彻底清醒，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刘芊芊，你该死！该死！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放心，我一个人教训这个贱人就行了。这次一定让他永远闭嘴。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一直以为你已经离开了，就为什么要离开我？完了，全完了！陆总看到小三了，他什么都知道了。按照陆总一贯的作风，为了掩盖这等丑闻，我们这些知情人都会死。陆总，我们知不知道这是？我的夫人被欺负，你们3番5次欺骗我，这些事情该清算了吗？是反对！完了，纸终究包不住火。陆总知道夫人被欺负，还让夫人亲自动手教训小三。现在我们这些人都一起被清算了。姐，陆总要干什么呀？他不会想把我们也处理掉吧？你慌什么？我怀的可是陆家的种，他再狠也不会对孩子动手。我才是正派夫人，他肯定不舍得动我的。当初成立陆氏集团之前，我在南城地下世界立下的规矩，你们都记得吗？陆氏铁律，敢伤陆氏族人者，必罚！立法！立法！敢犯陆氏威严者，必罚！立法！立法！你们该死！该死！我没看清楚吧？陆总居然对这女人这么温柔，看起来她是陆总保有的金丝雀无疑了。难怪陆夫人这么生气。管家，拿工具来。肉吃肉，太血腥了，我夫人不喜欢。肝肠团，痛苦太短暂，我不喜欢。这些都不适合你们。惩罚方式第37种，受术态，顾名思义，
就是将一件完整的东西一条一条、有条不紊的翻开。林先生，林先生，只有你能救我们了，而且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女人会伤到你，惹得陆总如此的震怒啊！是啊，陆小姐，我们都是站在你这边的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哼，你们现在知道错了，放心吧，陆总这么大动干戈，专门跑过来一趟，肯定就是为了替我出这口恶气，亲自来惩罚这个贱人。你们只要乖乖听话，我肯定会替你们向琛哥求情，你们都不会有事的。谢谢刘姐，求求，我们以后一定做牛做马。你们觉得他求情有用？你们觉得他求情有用？不是传闻陆总爱妻入骨吗？难道说陆总知道夫人耳根子软，这次还是不肯放过我？既然你们有眼无珠，那现在就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吧。阿晨，别吵闹，更不要暴露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。那个女人，她接近的目的不简单，很有可能被陆令如欺人。我们一定要查清楚，然后一网打尽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打的。我必须报这一份情。琛哥，就是这个贱人，就是他抢了我的天字号疗养房，还冒充是你的夫人。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，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……不行，不能激怒他。要是现在拆穿这个小三的身份，谁知道这个疯子会干出什么事儿？得顺着他说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抢了你的房间，冒充我的夫人，所以才教训他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气不过，小小的教训了一下。不信你问张医生，月子中心的人都可以为我证明。是，柳小姐句句属实，我们也是被这女人蒙蔽了，才让她住进999疗养房的。很好。不过，我的夫人被别人欺负，这件事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琛哥，也不能完全怪他们，他们也是帮我，所以才……怎么？你的意思是他们纵容一个来路不明的女人，在月子中心胡闹，还伤了不该伤的人，他们就没有责任了？还是说你觉得我处事不公？不敢。既然没意见，那就照规矩办。张医生，你过来。陆总，夫人心善，不喜血腥，所以呢，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。这2杯酒，一杯无毒，另外一杯因为阎王体，选一杯喝了，生死有命。蛇，陆总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给你3秒钟，3、2。没事儿，没毒。谢陆总开恩，谢陆总开恩。算你走运。3天后，我陆氏将举办婚宴，我要正式向全世界公布我的夫人，我要给她一个万众瞩目的婚礼。同时，我也会把我名下80%的陆氏股份全部转到她名下。陆氏夫人80%股份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琛哥，我就知道你心里只有我。这3天我会安心养胎，等你给我一个盛大的婚礼。请跟我一起走。
这一次你不能离开我。张医生，那个女人不是小三儿，怎么被陆总当着柳夫人的面带走了？陆总是真录了，一定是带回去好好惩罚了。你忘了，陆总当初在地下世界号称艺术家，他最擅长的就是将惩罚变成艺术。这小仙儿的下场一定会很惨。柳小姐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熊哥，别提了，本来陆琛都快被我拿下了，结果中途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贱人小三儿，抢了琛哥为我准备的疗养房，真是气死我！意思是失败了？当然没有，熊哥，我把那个贱人好好的收拾了一顿，而且陆琛已经当众宣告，3日后就宣布我陆氏夫人的身份。成功了就好。不过陆琛养小三这件事情很不简单，你打算怎么去做？人证物证我都有。熊哥，你可一定要配合我，我要让整个南城都唾弃这个贱人，到时候陆琛为了陆氏骨架，肯定会把这个贱人扔出去当替死鬼。琛哥只能是我一个人。柳小姐阴毒起来果然够狠，我一定全力帮助你。不过你怎么证明陆琛会选择你，而不是那个贱小三？看清楚，这是什么？陆琛的私人金卡，这可是他亲手给我的。他还答应我3日之后全程直播向我求婚，并且把陆氏80%的股份都转让给我。果然是陆琛的私人金卡，不愧是柳小姐，看着漂亮。这张卡我就暂且留着，等我破译完里面陆氏集团的网络密码，3天后我要给陆氏集团致命一击。这一切还是要多亏了你从西亚带回来的燕。在陆琛的眼中，我已经怀了他的种，他赖不掉的。3日之后，别忘了你们之间的约定。我最喜欢聪明人，事成之后，陆氏集团归我，陆琛归你。合作愉快。对不起，婉婉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阿琛，发生这样的事情谁也没有料到，你不要太过自责。若说是谁的错，只能怪那个突然拿着你金卡出现的女人。柳芊芊，还有豪庭月子中心的每一个人，我要让他们一个一个付出代价。阿琛，你别太冲动，我们要用最好的方式让他们知错。现在整个月子中心的人都认为柳芊芊才是陆太太，这3天他们一定会不惜一切的去讨好她。婉婉，你的意思是？将计就计，3天后你按照原计划召开宴会，到时候所有在暗中勾结柳芊芊的人都会挑出来，我们一网打尽。好，我听你的。婉婉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别拦着我，我要惩罚他们。婉婉，你身上的伤，柳芊芊
这群畜生，他们是怎么折磨你的？阿琛，别冲动，我们已经有孩子了，梦梦还没有长大，我们要一起陪她长大。我忍。阿琛，那个视频我看到了，在酒店走廊，你抱着柳芊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老板，那天我真的喝多了，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醉成那个样子，醒来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怀疑我被人下药了，我发誓我真的什么都没做好。老板，你相信我。阿琛，我相信你。等到时机成熟，这一次我允许你做地下世界的艺术家。那是陆氏集团陆总的私人金卡，竟然在柳小姐手上，看来成陆是真的了。柳家千金果然要一跃成陆太太了呀！今晚过后，整个南城都要跪着喊我陆太太。今后多多关照啊！放心。等您收尾，我立刻陆氏那疯子还你。以后我们都以刘总马首是瞻，姓陆的早该下台了。这样我这么说。陆氏集团树大招风，果然被很多人觊觎。柳芊芊处心积虑地接近阿琛，现在被误当成陆夫人。这些人暗中露出了狐狸尾巴。是你？这不是之前在月子中心撒泼的小三儿吗？竟然能从陆总手里逃出来！以你的身份，死皮赖脸来到这种场合，你是想攀附新的权贵吧？真是不要脸！看来3天前在月子中心，你还是没被千千几教训够呀！你们不要乱说，我不是小三，陆氏也没有伤害我。还装！你华成辉我都认得。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你还敢来这晦气？看来你们真是不长记性。诸位，之前在月子中心，就是因为这个下贱小三儿3番5次的冒充陆总夫人，还把南城最有权势的陆总当猴耍。我之前已经教训过他一次，没想到他还是不死心，闯进了宴会厅。听说前几日陆总在月子中心大发雷霆，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女人？这种女人攀附权贵，被陆夫人教训了。我想啊，她现在肯定在物色下一个目标了。正如诸位所言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陆太太。今天我就要当着南城各位权贵的面，亲自收拾这个不长记性的狐狸精。你给我好好跪下，让所有人都看看勾引陆总的下场。不行，现在还只是找到了一部分余霞，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没有出现，不能暴露。林婉，之前在月子中心你就被我虐待过一次，今天来了宴会厅，你竟然还妄想勾引上流人士，结果还是被我抓到了。你自己说，你贱不贱？柳夫人打得好，像这种不要脸的小三，就应该让她知道自己的地位。今天可是柳夫人城东画凤的日子，这个女人竟然敢来搞破坏，简直找死！贱妇，今天我就要替陆总清理门户，让你彻底记住，野鸡永远都变不成凤凰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的衣服给我扒光，让所有人都看看她的狐狸尾巴。看你们谁敢动他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今天对我
对陆氏集团都是极为重要的日子，宴会之内都不准给我放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陆总居然在维护这个小三，陆总不能招惹，以为是静观其变了。琛哥，你仔细看看，他就是之前在月子中心对我胡搅蛮缠的那个乞丐呀！你今天赶来这儿，扫了大家的兴致，你可千万不能放过他。诸位，我柳芊芊怀了琛哥的孩子，我才是名正言顺的陆夫人，可他却对我百般羞辱。今天他敢来这儿，就是想当众拆我的台，更是没把南城各位权贵放在眼里。柳夫人说的不错，这个女人千方百计混入求婚宴，居心叵测。陆总不会为了一个女人上我们南城颜面尽失吧？陆总，这种不知廉耻的小三必须当场起点。对，免得脏了咱们陆氏的名声。陆氏，南城权贵之主，要是包养小三传出去，我们南城各家族颜面何存？你们口口声声说他是小三，证据呢？我陆生坐镇南城市时，虽才是无数，但身边从来就只有一个女人。陆总父亲非常无情，可口说无凭。我陈某人做事从来只讲证据。果然杀鸡我屁事不做，我是小三，我该高于陆总。天哪，他竟然真的是小三，他亲口承认了，太不要脸了，竟然霸占正牌夫人的疗养房。要不是柳夫人及时发现，看他楚楚可怜的样子，我差点就同情他了。琛哥，你看看他做过的那些事儿，霸占疗养房，还冒充陆氏夫人，他现在还跑到宴会厅里来装可怜，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。原来文婉并没有离开月子中心，是被这群畜生给囚禁了，还被赶出了天造坊。冒充夫人的是柳芊芊那个贱人。这个视频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铁证如山。陆总，到现在这个时候，难道还要维护这个小三吗？可我偏要维护他。那就对不起了，诸位。陆氏集团为我南城商界之巅，代表我们南城的脸面。现如今，陆氏总裁包养小三，让我们南城各家都抬不起头来，属实是我南城商界之奇耻大辱。所以，为了我们南城商界的声誉与体面，我提议，我们联合签下这份协议，罢免陆琛陆氏集团总裁职务。我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我们也同意，我们也同意。好，很好。20年了，当初你们哪个不是债台高筑、濒临破产被逼着跳楼？是我一个一个给你们拉回来，不懂感恩就算了，还学会恩将仇报了。陆总，你现在说这些毫无意义。你包养小三，还为了这个小贱人不顾我们南城的颜面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不过，现在还能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。好，什么选择？第一，公开处死这个女人，我们可以救不救。第二，立刻卸任陆氏集团总裁。刻意编造谣言，不分是非黑白，还想把我经营的陆氏集团一夜倒塌，你们好手段！陆总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主动卸任，或者处死这个小三，或许还能留些体面。要不然今晚过后，陆琛名誉扫地，整个陆氏集团也顷刻覆灭。师德有亏，品行不管，不配再做总裁。没错，立刻辞职，给南城商界一个交代。要是陆总执意护着这个不知廉耻的小三，就是与南城商界为敌。琛哥，你还在等什么呀？我知道，都是这个狐狸精勾引的你。你只要把他处理掉，这一切就都解决了。你还是你的总裁，我还是你的总裁夫人，这样不好吗？
一直躲藏在幕后的大鱼终于上钩了。你们是不是以为吃定我了？先是用道德压制我，再煽动南城各界，试图用这种手段让我屈服。什么意思？外界传听，我陆琛的妻子回事，没人见过她的容貌，甚至没人知道她姓。今天，我就让她公之于众。来了，陆总他要宣布我了，今夜之后，我将会是真正的陆太太。南城所有人都知道我陆琛的疯狂与可怕，却不知道我疯是因为他善良，我狠是因为他心软。我为剑，他为鞘。我陆琛此生最重要的人，唯一的就是他。林婉，林婉，林婉！你们口中的小三，你口中霸占疗房的女人，才是陆氏集团唯一的女主人。而你们刚刚亲手玷污了我的妻子，也将自己送上了绝路。这怎么可能啊！这贱人怎么可能是你的妻子？出现在月子中心，一身地摊货，身边连个月嫂都没有，她分明就是个小三儿啊！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是你自己不信。你所谓的正牌夫人，从头到尾都是你一厢情愿。不可能，我怎么可能是他的妻子？我才是他的正牌夫人。小美，你知道的，你说我是不是陆夫人？小丽姐，可是陆总都这么说了，我不管。陈哥，那天晚上是我给你送回酒店，是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是你一直抱着我，喊我的名字。还有这张卡，是你亲手塞给我的，说要给我最好的。我肚子里的孩子也是你的。今天南城的各位权贵都在，难道你要背叛我吗？背叛？你自作多情，也给我有限度。诸位请看。西亚黑市限量批次，代号望生龟的药物，整颗胶囊无色无味，服用12小时内会让人产生极强的幻觉，把眼前人当成自己最爱的那一个。刘小姐，您忽略了一件事，我们家陆总这辈子爱过的人、在意的人、想碰的人，从来只有夫人一个。你费尽心机让我把你当成玩物，可你不知道，即使你用了幻觉药，我对娃娃的感情也是你这辈子无法代替，也是你这辈子无法代替。陈哥，我爱你啊，我真的只爱你。我下药只是为了让你多看看我。我陆生这条命从地下世界爬出来，血色骨头是硬，只有这里还有一丝温热，是婉婉帮我点燃它，替我守着。除此之外，任何女人靠近饭，我都会觉得恶心。污蔑我的妻子，说走就走了。陆家执法队，陆晨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可告诉你，现在是法治社会啊！我是从地下世界杀出来的，当然知道如何正确的处理。现在鱼儿都上钩了，该说我。完了，这些一开始就是陆晨设好的局，柳芊芊夫人的身份，一开始就是个诱饵。我们
我们中计了！都慌什么？陆晨早就不是当年那个地下世界的疯子，他现在只是强弩之末，今晚陆氏必灭。哦，凭什么？陆晨，我承认你年纪轻轻就坐上了陆氏集团总裁的位置，确实有点本事。不过10分钟前就用这张副卡黑进了我们陆氏集团的内部，现在陆氏集团的核心资金还有所有的海外资产全都转走，现在的陆氏不过就是一具空壳。陆晨，你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张私人金卡，下辈子后悔去了。陈总，第1名啊，居然提前拿到陆晨的私人金卡，还人一手的底牌。不愧是陈总，我们以后都跟着你混。执法队听着，现在的陆氏集团已经名存实亡，南城的第一话事人是我们陈总，把陆琛还跟李真给我绑起来！你们都聋了是吗？陆氏集团已经倒，你们跟着他，必死无疑。你们知道，在成立陆氏集团之前，我是如何在残酷的地下世界中存活下来的？那是个连光都不敢进入的地方，他把我摁在椅子上，用钝刀一寸一寸地伤害我的手指，逼我算账，算错一个数字，便伤害我1寸之间。那里的斗争和残酷，可是这里的1万倍。今天我陆琛就向你证明，并不是有了陆氏集团才有了我，而是有了我陆琛，才有了陆氏集团。陛下事件之报告，誓死效忠陆总。陛下事件之报告，誓死效忠陆总。陛下事件之报告，誓死效忠陆总。现在，游戏开始。都给我住手！我现在掌控了陆氏集团所有的资产，信用给你们多少钱？我陈雄给你们双倍、3倍，不对，10倍，都想清楚了。没经过死亡的人，才会把金钱看作无比重要。这个世界上，不在我钱的人有很多。陆琛，你放屁！在这个世界上，有钱才是王道。你给我看清楚，我会让你陆氏集团账户清零。按计划进行，让他现在就看看陆氏集团是怎么烟消云散的。看到没？10分钟前，之前所有资金已经全部被我拿下来。此刻开始，再没有陆氏集团。陆琛，现在是你最后的体面了，你给我跪下！只要跪得漂亮，我或许能赏你点钱，还给你一个破碗，去天桥底下讨口剩饭吃，怎么样？第一个惩罚开始了。熊哥，不好了，我们海外的账户被反向闪电已经永久冻结了，我们所有资产都流向陆氏集团。不可能，这是怎么做到？是你，这是你设的圈套！我的这张副卡拥有着陆氏集团最高的权限，世人都以为它意味着无边的财富和权力。可它代表的并不是财富，而是陷阱。在南城地下世界，它代表的不是财富，而是一种禁忌。除了我本人之外，只要用这张卡触碰陆氏核心资产，就会被反向锁定，所有金钱都会流向陆氏在地下世界的真正总部。难道说，这一切都是你设的局？陆芊芊本来就是棋子，我苦心策划多年的棋局，竟然成了别人的嫁衣。当然，我也百密一疏。没想到柳芊芊会找到婉婉，我最对不起的是夫人。陆总，
总，我鬼迷心窍，我是非不分，我要替你还钱，只求你留我一命。陆总，我错了，都是混蛋陈叔，他欺骗我们。陆总，请你饶我一命。陆总，饶了我，我也错了。图谋陆氏集团者开始清算，所有犯罪记录移交司法机关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谁也没想到柳芊芊竟然不是陆夫人，我错了。你挺会算计啊！苦心策划多年，都被你给搅乱了。好啊，人不义，今天大家这一起！你没必要这么做，他杀不死我。陈哥，我不是一个好女人，我没法弥补自己的过错，这是我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。阿晨，这是他自己选择的规则，你要好好记住刘小姐。这里交给你了。陆总，陆夫人，请慢走。走吧。把这人渣全给我抓起来，严惩不贷。陆总，夫人，请放过我吧。 3年前，我欠你一场婚礼，今天我终于可以补回来了。刘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要向全世界证明，你是我陆晨的妻子，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夫人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那双迷离眼眶，明眸转，笑嫣然，近来有佳，让我心如鹿撞。我望眼欲穿，总思量。这次换我来娶你。是我天堂。曾以为时光慢，来日方长。两情相恋无常。听说陆总今天亲自陪夫人来视察，传说中的陆夫人终于要露面了。哎，你们说陆夫人到底长什么样？网上连一张照片都没有，等会儿要好好看清楚。夫人肯定是柳小姐，毕竟陆总可是答应要向她求婚的。牵着她，难道她不是小三，是真正的陆太太？我们全都错了。什么？陆总的夫人竟然是她？贱人，还敢狡辩！完了，林小姐才是真正的夫人，我都干了什么？哎，陆总，我们知错啊，求你开恩啊！我们真的不知道林小姐就是您的夫人。一切都过去了，都起来吧。我答应过婉婉，
从今以后，不见血。是死是活，都取决于你们自己的态度。夫人，对不起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惹错你了，让你受到了虐待。我求你开恩饶了我们一命吧。夫人，我也错了，我当时是怕掉工作，我才没敢出声，求您饶了我这一回吧，我以后再也不狗眼看人低了。夫人，大家都起来吧。我知道，你们大多数人都是被逼的，但那天，你们选择沉默，选择站队，选择伤害一个无辜的孕妇，就因为一个陆太太的头衔，你们真的错了。我今天不是来和大家算旧账的，我来是想告诉你们，真正的高贵，从来都不是权势和金钱，而是面对恐惧时，依然选择善良，选择正义的心。从今天开始，天字号房永远关闭，豪庭改名为暮色，从此不再以盈利为目的，所有的费用减免80%，优先接待家庭困难的产妇。张医生，您继续做院长，但要记住，以后这里没有高贵低贱之分，只有一视同仁的产妇。夫人，我明白了，当初都是被那个柳浅浅迷惑住了双眼。起来吧。媳妇人，我也只是一个母亲，以后希望你们能够照顾好每一个人。